All right. Now this is similar. Somebody grab your hand. You pull it. 哦，是吧？是吧？好快哦！哦，这时候师傅的头发还是黑色的。你认识这个师傅？对，就是这样。哦，真的吗？哇塞！我叫于衍林，从小生活在美国，是一名职业舞者。我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了好奇，尤其是功夫。我开始的时候是看了成龙的《醉拳》那个电影，感觉我的舞蹈风格和功夫挺搭的。他的一招一式，总能给我的编舞带来灵感。我和身边的美国朋友都觉得，在中国，每个人可能都会功夫。我之前有去研究太极和传统武术，我特别喜欢咏春，就每个动作是有意义的，还有很多，但是我怕我说错了。让我困惑的是，当西方越来越多人热衷于功夫的同时，在中国，传统功夫的实战性却被质疑。假如功夫不能实战，那它的存在的价值是什么？它旁边就是杜甫草堂，您去过吗？我是杜甫。杜甫是中国唐代的一个诗人。哦，不了解。床前明月光，我一个吧。然后它有韵律。韵律是什么？韵律就像舞蹈的韵律一样。陈勋奇，他是中国香港功夫电影兴衰的见证人。以及很多我不知道的身份。70年代，他受成龙之邀，成为功夫演员，两人作为挚友合作至今。让我们有请资深导演陈勋奇先生为选手颁发成龙奖杯，大家掌声有请。80年代，他创办电影公司，收留了落魄的王家卫。90年代，为他的电影打造了经典配乐。在自导自演的多部功夫影视剧后，逐渐退居幕后。而这次，他是我了解功夫的引路人。你跳那个街舞跳了多长时间？11年。哇，就是舞蹈跟武术，我是觉得舞蹈更难。是吗？因为舞蹈你要跟着音乐的节奏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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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一次，我帮成龙拍《醉拳》续集，怎么样才表现那个自由奔放呢？所以他很聪明，他把街舞打进去，他就跪在那边。其实我第一次看《醉拳》就特别觉得《醉拳》和街舞很搭。对。对。那舞者要有机会，你就可以表演你的身手，拍动作片。你又会学到很多东西。1、2、3。陈勋奇让我演功夫片，可不只是说说。几天前，他带我来到位于北京郊区的成龙影视基地，希望我从最熟悉的功夫电影中，感受到传统功夫的奥秘。这个就是大哥的训练场地。陈导，嗨，大兄，你来了。他叫 Franklin， 他是街舞的。啊，你要不要尝试一下威亚吊你的那种感觉？威亚的感觉。来一大当！在这里，我见识了电影中的功夫。在空中的时候那种。喂，1、2、3。不到10分钟，大雄便给我编排了一段打斗。
这一刻，我觉得大雄处理功夫更像是我所熟悉的编舞。所以这是你临时安排的。就是刚刚编的，刚刚想的。这让我多少有些失望。陈勋奇看出了我的失望，他决定带我见一位擅长实战的大师。我待会呢就介绍一个李小龙的师弟，真正能打的那个咏春，徐建咏春的高手，不可能有第二个。梁师傅就在那个2楼，这个对，实战咏春，对。梁少红师傅是咏春宗师叶问的亲传弟子，李小龙的师弟。梁师傅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这个帅哥叫 Frank。Hi Frank，幸会，你是美国回来的是吧？对。梁师傅在美国也是几十年了40多年了。当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见识真功夫时，他却说打人很疼，他擅长的是挨打。当脚，我基本上所有练功夫就是练，首先不让人家打到，打人的不用学功夫的，不让人家打到才是真功夫。要是我挡着你，你只有2个方法打我，他拉下了，就是打我，大力一点打，对吧？哎，他打我，我挡不了。我靠眼睛去看，没用。他拉我，他打，大力，对吧？我不用力的，我要不看。好，他拉我以后这边打，对啊，对吧？一拉只有这里打到吧，他不会打这里吧？一拉我就开位了，我就让你打我，我不知道啊，你给个机会你，我就明知你这样打的，因为你只有这个方法。只有这个位置可以打我。他这个手意大利派，我就意大利打他。咏春是不兜力的，就是有板一样，你攻这里我就这里打你，你攻这里就这里打你。本来他是主动，现在呢，我是被动，还比他快一点点。现在咏春。假设有一个舞蹈作品，然后想融入街舞，还有咏春，你们会就是想要看到什么东西？舞步呢要去做好，咏春是搏斗，是有对手的，带个拳套，让你带个拳套，他怎么可能？真的？对手怎么打你，你不知道，看你自己，又看对方怎么样。跟随叶问学拳时，他每教完一招一式，都要我去试。打大力一点啊，打不到他。我已经很大力了。试了之后，不停追问结果，比我自己还要紧张。不够力，我手都痛了。你戴手套都不痛，你不戴手套更痛。他年纪大，就叫我找来1-2个卖菜仔给我作伴。最初那些雇来的卖菜仔见我只是个少年，以为让我打绝不成问题。大力啊！好痛啊！大力一点点。你真的打人的痛了。徐坚咏春为什么用这个名字呢？40多年前我去美国的时候，好多人都对李小龙好有兴趣，有没有见过他？后来他死了，但是人家想知道李小龙是怎么样的，咏春是怎么样的，他好奇。What's this that's so practical, so fast, so direct? And then, of course, that's the one I chose. It's like a one-minute jump.
外国人呢就跟中国人学功夫不同，他比较实在。你做什么，你讲什么，他都会问，为什么？有可能吗？中国人不是，我也看过人的表演，哇，呼，人都飞出去，你想想有可能吗？他讲的东西好深奥一样，哎呀，这个师傅好厉害，你跟他讲实在，他不相信你。初到美国的梁少红便意识到，如果想在这里推广咏春，实战性是很重要的。我教徒弟一样的，我说什么你不能相信，你怎么知道真的假的？你试试看呢。Richard 打到。通过实践追求功夫的真理，梁少红的咏春被外界称作实践咏春。OK。打回去，沿至潮水。我看到有很多就是相反的那个力量。这个点看得很准，很多搏击它只是单个的动作。功夫就讲阴阳，上下是阴阳，前后是阴阳。他师傅几十年来练功。对。所以你会去设计这些东西，会跟传统的打斗会不一样的，真的打，跟这个区别。因为我们拍动作片还是需要那种效果嘛。对。你如果完全就是按照那个传统那些打，又把人给打伤了，然后效果又没有，所以我们只能在这个传统武术作为基础的情况下做一些改变。但是这几年传统武术被黑得挺惨的，很多老师都觉得就是找个真正的传人很难。所以他的师傅也是挺支持这个传统武术上擂台。对，别让那个传统武术丢人。没错了。传统功夫有很多已经快失传了，那些师傅就发现他们很困难，没有人学，包括他们的儿子啊、孙子啊，都为了现实生活的需求去努力赚钱生活，就觉得现在这个社会练武术还有什么用呢50年代，中国香港出现繁荣，鱼龙混杂。那个时期，人们都学得一招半式，以德自保，会功夫显得尤为重要。出生在大户人家的梁少红，衣食无忧，从小痴迷功夫。他见证了叶问最为落魄的时期。最近好几年呢，我就留意到，人家说传统武术不能打。我现在差不多80了吧。以前呢，讲历史来说啊，我们中国民间的武术是防身的，是搏命的。解放以后，治安比较好了，基本上呢没有这个必要改了，就强身健体，表演观看好。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，乡村生活和城镇生活的剧烈碰撞，文化不断融合。美国的西部牛仔、日本的忍者，以及中国的功夫，这些曾经的对战技能逐渐成为精神文化，又以不同的形式渗透到现代人的生活中来。我很好奇，这个你跟他们训练是怎么样？就是我叫警察跟这个都是说的。1974年，因寻找生意机会前往美国的梁少红，偶然情况下在纽约遇到帮派打斗，期间展露了身手。北方刀杀我，2个手安全了，他杀，就断了。2名休班的便衣警察目睹了整个过程。还有杀人不难，要是我拉了以后，我这个头拉杀，杀了完蛋了，一简单就好。
因此力邀梁少红移居美国，向当地警察传授功夫。我有180斤，180斤啊，一个手指可以把它放下。将中国功夫中制止侵袭、止戈为武的精神与技能，在实战中发扬。行不行啊？不用力了吧？对吧？这一块呢是陈家湾获得一些金马奖啊、金像奖。和梁师傅的接触，让我见识到了功夫的实战性。不过，在不需要实战的现代社会，功夫所存在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呢？功夫作为一个打架的一个方式，跟拍电影，你会不会觉得这两个东西有冲突？没有冲突的，所以你的意思是，这两个东西其实是能量是一样的。一样的。精神，练武的人有精气神，我不怕对手的多强大，只要我有信心，我一定要把你打倒。那如果这些孩子将来出来社会做事情，他们都会比没有学功夫的人来得强。了解。练武的人，他会慢慢形成培养出一种正能量。因为每一个师傅都教徒弟，不要做坏事，不能好勇斗狠，就是儒家思想传承，以礼始，以礼终。以礼始，以礼终。在功夫的一招一式背后，是中国人对礼的尊崇与向往，体现在习武之人身上，就是那种不畏艰难、勇于进取的精神，还有被称为气节的信念。叶问最令我钦佩的，就是君子固穷的气节。他三餐不济，虽然无奈，但没有半句怨言。尽管穷，但仪容从来干净端正。尽管天气热，他从未解开半颗纽扣，更从未像其他人一样示弱。这一切显示出了一派令人敬仰的儒者风范。和梁师傅分别后，我决定编排一段基于咏春吃手的双人舞蹈。咏春的手势是怎么做的？然后把你拉下来，你这个左手就往上，大概这个意思啊。这咏春的那种质感，但是是我们的舞蹈的。将我所理解的礼，通过舞蹈来传达。然后4、5、6、7、8、1。梁师傅和陈勋奇告诉我，在礼的背后还有一个礼字。好多事情都是一理通百理明，每一件事都有一个背后的一个理论的。真正学功夫呢，不是靠胆量，要学到什么心法。心法，我们就数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什么是心法呢？简单切割，自行车切。谁教你的时候就告诉你怎么切，怎么用力，怎么样不停的动，你通通都懂了。要明白这个理论在哪里，你一定掉下来的。都有一天你不掉下来，1次、2次、3次、4次，哎，我不掉下来了，这是心法，对吧？讲不出来的。等一下再来一次，1、2、3、4，这怎么样？可以。然后我的右手往下，你的左手可以跟我的左手。有礼之礼，才是功夫既可实战又可养性的心法所在。我挡你，挡得了吗？哇塞！这打点好像有点突吧，会不会？没有啊，咏春本来就是很快的。我自己也是就是中国人嘛，但是我很长一段时间就没有接触这种东西。那我觉得大6你要做一个东西，大6，我觉得你可以这样。大6。7。哎，这个好。礼与礼，武与武，那些曾经和我有些距离的传统文化，如今仿佛这身体的韵律一样，逐渐融入我的内心。从头。
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，大6大。大字安排。对，7、8。我来到这儿就感觉我自己，通过我的朋友，身边的朋友就更贴近文化。5, 6, 7, 8, 1, 2, 3, 4, 5, 6, 7, 8, 1. This is similar. 2, 3, 4, 5, and 6, and 7, 8, 1, 2, 3, 4. 请记得在影片下方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，请记得订阅频道。